见多了养狗当宠物的，但你见过在海里圈养鲨鱼的吗？胡子7岁时在海边玩耍，被一条大白鲨袭击，最后幸运鲨口脱险活了下来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开始迷恋大白鲨和那种被咬的濒死感。长大后，他把自己练成了大壮，现在经营着一艘观光旅游船，主要业务就是带国外游客体验与鲨共舞的海上项目。等游客嗨完了，再给鲨鱼宝宝们投喂点人肉外卖。大壮没被抓到，是因为他一直都严格挑选目标对象，只挑游客，从不挑本地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爱拍点自制恐怖小电影。至于电影的主角，一般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。如果遇到小情侣，他一般会先把男的杀了，美女就作为保留节目留到晚上开机。晚上开机主要还是为了避人耳目，白天杀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但电影只有一个人显然不够，大壮喜欢凑够2人再开机。他先把黑发妹囚禁在船舱，然后在晚上物色猎物。像这种一个人开房车的金发小美就是他的目标。大壮用塑料袋把小美弄晕，然后打包拖到船上。不知道多久过后，小美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被靠在1.2米的床上，隔壁还有个和自己一样的妹子。小美扫视了一下周围，这里除了2张床和一个便桶，什么都没有。No one can hear you. Somebody help! 然而小美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现在被囚禁在海上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由于亲眼看到男友被投喂鲨鱼，黑发妹很绝望。她来澳洲旅游之前刚和家人吵了一架，一时间家人也不会报警找她。至于小美就更没人找了，她是个孤儿，从小辗转在各个寄宿家庭和少管所之间。成年后，小美逃离了那些糟糕的寄宿家庭，也从此和他们断了联系。也就是说，根本不会有人来找他们。想要逃出变态的掌心，只能靠自己，或者直接等死。聊着聊着，小美突然发现黑发妹穿着比基尼。Is that an underwire? Yeah, it's cutting the shit out. 她赶紧让黑发妹脱下比基尼，因为比基尼里面的钢丝可以解开手铐。然而，就在小美刚要解开手铐时，大壮拿着面包和水进来了。小美赶紧把钢丝藏好。大壮换上了一副亲切导游的面孔，将食物递给2人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2人也只好配合，将水一饮而尽。等大壮走后，小美赶紧用钢丝开锁，可开着开着，意识却越来越模糊。原来大壮在水里加了药，迷晕了2人。等小美再次醒来，已经进入了黑夜。此时，夜晚的海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未知和恐惧。小美被绑在船头，黑发妹则被大壮吊了起来。在将黑发妹喂鲨鱼前，大壮耐心解释了一番。他表示，鲨鱼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，也不太喜欢吃人。如果遇上了主动袭击人类的鲨鱼，那很有可能是他认错了猎物。但由于大壮每天都开船投喂鲨鱼，所以鲨鱼很自然的就把船和食物划等号，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实验。在意识到大壮要干嘛后，小美哀求他住手。但好戏才刚开始，大壮已经沉迷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无法自拔了。他割下黑发妹的一缕头发作为收藏，然后打开起重臂，将黑发妹的下半身泡在海里。由于之前在海里撒下了鱼饵，鲨鱼很快顺着腥臭味游了过来，黑发妹只能在恐惧中不断挣扎。此时，海面看似平静，实则潜藏着致命的危险。大壮等的就是这个时刻，他屏住呼吸，架起摄像机拍下黑发妹濒死挣扎的时刻。小美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却无能为力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她了。表演结束后，小美又被锁进了船舱。这时，她才发现船舱的角落里都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。这些女孩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，最后连尸体都无法被找到。小美不想放弃，但无论她怎么尝试，还是无法逃脱这个船舱。此时，大壮又来送餐了。他一直给受害者送餐，是因为要保持他们的体力，不然等开机像个死尸一样不挣扎就不好玩了。大壮对着小美激情演讲了一番鬼话，表示鲨鱼是高智商生物，它们的存在给海洋带来秩序，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维持秩序的存在，而你们这些人就是海洋的养分。小美听到这自恋的发言气笑了。 Give me a fucking break. I've never met anyone who likes the sound of their voice so much. Don't compare yourself to the shark. They're highly evolved.You're just a pathetic coward who kills women because mommy never loved you or whatever. You are the lowest of the low, even lower than a worm. You are the toxic fucking trash that floats in the ocean. 大壮竟无言以对，因为小美的每一句话
都戳在了他的痛点上。最后，他强装镇定离开，看了一眼地上的便桶，叮嘱小美如厕，试图用这种最原始的办法羞辱小美，为自己找回一点可悲的颜面。小美看着便桶，心里却突然有了主意。她掰断提手，得到了一把锋利的武器。另一边，大壮恶狠狠地回放黑发妹死前的画面，随后准备了一支注射器。现在唯一能够让自己平复的办法，就是把小美丢进沙口。小美看准时机偷袭，把武器插进了大壮的脖子。大壮毫无防备地倒了下去。小美迅速拿钥匙解开手铐，可就在她想要去拿船钥匙时，大壮突然满血复活。小美本能逃跑，可还是被大壮拉住，将迷药注射进了她的小腿。她赶在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，朝着远处的游轮求救，可声音被淹没在了无尽的黑暗之中。最后，他抱起大壮的摄影机，一把扔进海里。那一刻，大壮的灵魂仿佛被抽走，那是他摄取快感的工具，是证明他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具象体现。趁大壮分心，小美也跳进了海里，但她的身体再也抵抗不住迷药的作用，晕了过去，最后被大壮勾了上去。再次醒来，小美的双手都被铐住，彻底没了行动空间，而失去了摄影机的大壮犹如失去了男性象征。他坐立难安，把小美绑好后，就立即靠岸去买摄像机。路上，他又看到了一个独自旅行的嬉皮士。尽管大壮很想把人绑走，但此时此刻他并不具备那个能力，找回摄影机才是最重要的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找到了大壮的渔船上，他拍打着大壮的舱门，但没有人回应。隐约间，他听到了女人的求救，于是破窗而入。卷毛顺着声音一路来到囚禁小美的船舱，小美来不及解释，让他赶紧报警，然后找工具解锁。由于船舱没有信号，卷毛只好走上甲板。与此同时，大壮刚好赶回来，他撞到卷毛，接着在电话接通前一掌封喉。看着巨大的体型差，卷毛根本不是大壮的对手，他被单方面暴打。Where the fuck did you come from? 卷毛被逼到了角落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卷毛绝地反击，用铁棍锁住了大壮的喉咙。眼看大壮快被压嗝屁了，卷毛突然被人从背后偷袭，原来是为他揽客的邻居老头。他听到声响赶来查看情况，看到刚刚的一幕，先下手为强。此时船舱里传来了小美的求救，邻居老头才觉得大事不妙，可还没等他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现在玩脱了，大壮要立即开船出海消灭罪证。他把卷毛也铐在了船舱里。卷毛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小美道歉。I have fucked up the rescue. You almost took it. Some hero I turned out to be. Come to find me's hero enough. 其实小美根本没想过卷毛会来找她，因为他们只认识了不到1天。在被绑前，卷毛曾经向小美求助，两人因为相同的爱好聊上了，并且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晚。那晚，两人聊了很多，从冲浪聊到人的归属感。由于小美从小就没有家，她也不相信任何人，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她就离开了。卷毛当时端着做好的早餐，愣在原地。他或许还不了解小美，但有时候爱情来的就是这么突然。还好他留了小美的联系方式，于是便向她发起了冲浪邀请。小美这次没有明确拒绝，然而就是这次的犹豫，给后面求生制造了一线生机。后来卷毛因为联系不上小美，看到了她的房车被丢在海边，然后顺着线索找到了大壮的船。此时船突然停了下来，大壮等不到晚上了，他打算现在就要把卷毛喂鲨鱼。小美极力阻止，表示卷毛是本地人，杀了他你等于自杀。因为一个有家人有朋友的本地人无故失踪会很快引起注意，但大壮此时已经杀红眼了，他现在只想满足他那空虚的欲望，根本没有脑容量思考后果。眼看鲨鱼环绕在海面，小美提出自己代替卷毛。Oh, how romantic. It's too bad I'm more of a horror fan. 大壮启动起重臂，将卷毛半截身子吊在了海面上。小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她让卷毛保持不动，因为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。卷毛信任小美，尽量保持静止。没想到鲨鱼在他周围游了几圈，竟然真的走了。因为没有拍到满意的画面，大壮把卷毛拉了上来，直接就给他放了点血。然后重新上吊臂。幸运的是，
不远处有一架直升机在巡逻，为了不被立即发现，大壮只好暂时收手，进行中场休息。他把两人又锁进了船舱。小美看到奄奄一息的卷毛，内心既愧疚又绝望。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来救他们了，只有主动求生一条路。他试图强行挣脱手铐，可手都快蜕了一层皮，还是没用。于是他狠下心掰断了拇指，但这还不够，手掌还是卡在了里面。It's probably a good thing you can't see this. 接着，小美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剧痛，用牙齿生生咬断了自己的拇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还要忍住不出声，避免被大壮发现。好在计划很成功。等大壮再进房间时，床上只剩下一根断指，而小美则躲在舱门后面，把大壮锁在了里面。她一路狂奔到驾驶舱上，打算把船开回岸边，但大壮还留了一手。他从船舱的暗门逃跑，首先关掉了船只的供电系统，然后轻松找到了小美。但小美也不是什么弱女子，常年冲浪练就的灵活和爆发力在这一刻具象化。小美用一个平底锅拍晕了大壮，然后跳进了海里。她打算游向岸边求救，可她刚爬上岸，大壮就驾驶着小船来到了她身边。他锁住了小美的喉咙，死死捂住她的嘴巴，再次将她拖回了那个地狱。宝子们，论补刀的重要性，遇事一定要补刀啊！经历了这次逃跑，大壮也不打算再拖下去了。这次他直接换小美上，让濒死的卷毛看着。他要让两人知道谁才是真正掌控这个游戏的人。接着，大壮用一桶冷水将小美泼醒，然后把她扔进海里。一条公牛鲨游了过来，小美看准时机，一脚踹过去。小公牛鲨或许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样的猛女，一时不知所措。接着又遭到了大壮的鱼枪攻击，因为他想把重头戏留给大白鲨。拉扯中，鱼枪被卷入了海面，小美眼疾手快，立即捡过鱼枪，摆出了防御姿态。大白鲨此刻还在周围盘旋。混乱中，小美用鱼枪勾住了吊臂，不小心掉进了海里。她拼命捂住伤口，保持不动，但鲜血早已随着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鼻腔。黑暗中，一人一鲨无声对峙，深海巨物的压迫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幸运的是，大白鲨没有张开绞肉机般的血孔，而是缓缓游过了小美的身旁。海面的微光映照出大白鲨的双眼和巨大的轮廓，而腮后触目惊心的伤痕仿佛在无声控诉人类的恶行。小美目送大白鲨离开后，悄悄爬回了甲板上。她从侧边登船，躲开了大壮的视线，接着用鱼枪给了他致命一击。Ooby dooby motherfucker. 大壮掉到了海里，还想挣扎着上来。下一秒，大白鲨跃出水面。这次大壮没有小时候那么幸运了，而那部摄影机拍下了他毕生追求的一幕。只是这次的主角是他自己。最后，小美在船顶点燃信号棒，漆黑的海面燃起了一抹绝处逢生的光芒。远处的船只收到了求救信号，折返回来。小美立即跑下去，对卷毛来了一场浪漫告白。When I said there's nothing for me on land, there's you. Okay? I knew it. 至此，故事结束。这是最近的新片《危险动物》，其实它依然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，只是英雄不再是男人。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，鲨鱼不能圈养，爱护海洋人人有责。人类不在鲨鱼的食谱上，要是不小心遇上鲨鱼，或许可以学学小美的方法。